各位網友，大家好！玩書走天涯，走進歷史，走出現實。今天我們跟大家講一段現實中真實發生的故事，就是輝達芯片如何消失的故事。夜色像一層緩緩沉落的黑幕，罩住了雅加達的天空。濕熱的空氣貼在皮膚上，讓這座城市在夜裡依舊躁動炙熱。市中心那棟高聳沒有窗戶的巨大建築靜靜聳立着，像一台沉默的黑色機器。它的外牆反射着路燈的橘色光芒，陰冷而無情。就在這裡，約2300顆輝達最新的 Blackwell 芯片逐一被拆封點亮，它們閃爍着微弱的藍白色光，在金屬機架之間跳動，如同數千只被困在盒子裡的螢火蟲。沒有人會在外牆上找到任何能指向芯片身世的標記，沒有公司名，沒有窗口，沒有嘈雜，只有冷氣轟鳴、設備閃爍，以及深處某間機房裡一個年輕工程師親身念叨的英語數字串。這座雅加達數據中心是他們旅程的終點，也是故事的入口。時間倒回到幾個月前，硅谷，加州的陽光傾瀉在 Alphawave 總部外的玻璃幕牆上，明亮的像毫無陰影。但在這陽光國度裡，商業與監管之間總有陰暗的縫隙。Alphawave， 一個聽起來平平無奇的服務器製造商，辦公樓裡時常飄着新鮮的咖啡香，技術員們踩着運動鞋在走廊裡匆匆而過，會議室裡不斷閃爍着投影儀的藍光。沒人會從這些畫面裡看出這家公司與一家被美國列入黑名單的中國企業浪潮集團有着1/3的股權牽連。更沒有人會注意到，那些被嚴令禁止出口給中國的輝達 Blackwell 芯片正源源不斷從這裡流出。因為 Alphawave 是美國公司，它的註冊地、財務報表、審計文件都在美國境內。就算母公司遭遇禁令，它依舊能合法採購最先進的芯片，沒有人能夠擋住他的腳步。加州的陽光明亮，規則透明，但 Alphawave 恰巧站在透明之外。我們再把場景切換到印尼電信公司的項目會議桌，就在2024年年中，雅加達 Indosat 辦公大樓的高層會議室，落地窗外，雲雨壓在城市上空，街道被潮氣驚得發亮。會議室裡一張巨大的項目會議桌上擺着幾杯還冒着熱氣的咖啡。Alphawave代表從加州飛過來，他們的筆記本電腦上閃着輝達公司的標誌。Indosat的高管們在桌邊安靜地等待着。投影屏幕亮起，數字跳動，32個服務器機架，$1億，2300顆 Blackwell。這是對印尼來說難以拒絕的報價。窗外悶雷滾動，像在提醒着什麼，但會議室裡的人根本就沒有聽到。簽字後不久， Alphawave 聯繫到一個更遙遠的城市——上海。我們再把場景切換到上海。INF Tech 翻譯為無線光联的辦公室位於上海浦東一座玻璃幕牆的大樓裡。深夜12點，燈光依舊亮着，鍵盤聲像雨點一樣敲在空氣中。齊遠坐在車水馬龍的高架旁，
辦公室的窗戶隔着夜色閃着光，他的桌上放着一杯冰紅茶，旁邊攤開的是人工智能的模型圖，線條盤繞如捲曲的神經網絡。齊遠作為教授、科學家、企業家，他需要的不是一張張芯片，而是算力，巨大的、密集的、源源不斷的算力。他知道美國禁令，也知道限制的嚴苛，但只要芯片不進入中國，規則就不會生效。於是，從雅加達到上海的一條光纜就成了通往未來的秘密通道。復旦大學代表也曾參與談判，他們在昏暗的會議室燈光下對着合同討論到凌晨，但最終的簽名權握在 INF 手中。算力合同落筆的那一刻，春雨正敲打着上海的窗，沒人知道這一份合同將如何牽動幾千公里外的監管、調查與懷疑。我們再把場景切換到台北的深夜酒吧。2024年6月，台北午夜剛過，某間低調的酒吧裡，氣氛正從咖啡香切換成威士忌的暖色。輝達的 CEO 黃仁勳穿着他那標誌性的黑色皮夾克，被一群亞洲科技高管簇擁着，他放鬆地端着杯子，黑色的框架的眼鏡在昏暗的燈光裡折射出微光。而就在離他不遠處，坐着一位笑容自信的女人 Alice 黃，中文名叫黃小樂。她的動作流暢嫻熟，舉手投足間帶着媒體人和銀行家的那種熟練的氣場。她看向身邊人，說了一句：我敢跟你們打賭，我可以讓傑森黃馬上來到這裡。幾分鐘後，黃仁勳真的出現了，穿着他的標誌的黑夾克，威士忌在杯壁上輕輕地盪出金色的波紋。沒人知道那一夜說了什麼，但幾周後 ，MagSpeed 開始瘋狂採購輝達的芯片，高端的芯片，採購量大到難以想象，大到讓輝達的合規團隊不得不緊急啟動調查。誰是 MagSpeed？ 一家在新加坡註冊的陌生名字，突然在8個月內購買超過10億美元的頂級芯片，之後又在9個月裡獲得第二個10億美元的訂單。世界上沒有哪個創新公司有這麼大的胃口，但 MagSpeed 有。不過，他的辦公室卻幾乎空無一人。我們再把場景切換到新加坡中環商務區一棟豪華寫字樓的某層。MagSpeed 的門牌閃着銀色的光澤。有記者專門去敲門，敲了10多分鐘，門才被打開。门打開之後，發現門內是一間極簡主義的擺設空間，幾張空桌子孤零零的孤立的站着。一位 HR 經理受訪時輕聲說道：我們的大多數客戶都是 Chinese， 董事從沒見過，他們都在 China。文件顯示，公司由一個空殼公司擁有，空殼公司背後是會計師事務所。辦公室裡的員工連老闆長什麼樣都是沒有見過的。而馬來西亞柔佛州的 Speed Matrix 辦公室更加的詭異了。它設在一座購物中心的高層，外牆貼着建築公司的招牌。記者敲門時敲了半天，
也沒人回應。最終挨到中午，一名準備外出買午飯的女子推門出來，記者終於看到了她。她說她自己是管理人員。記者問：你們公司做什麼？不清楚。然而就是這樣幾間辦公室在短短1年裡吞下了20億美元的輝達尖端芯片 Blackwell。 他們像被某種力量吸進深處，再從陰影裡重新出現。在馬來西亞的數據中心，在雅加達的無窗建築裡，在遙遠的雲端。就在2024年9月，又一個炎熱的下午，美國商務部 BIS 的官員走進了馬來西亞某座數據中心，空氣裡帶着鐵鏽味兒，工地旁的機房也傳來了低頻的轟鳴聲。他們看到的景象令所有人眉頭緊皺。什麼景象？大量的輝達高級芯片依然封在箱子裡，一層層堆放在倉庫的角落，像是要等待發貨的啟程。沒有拆封，沒有使用，但完好無損，就像在等待着什麼事件似的。這種景象意味着什麼？經驗豐富的人據說都知道。官員們交換了一個眼神，他們離開現場後，很快要求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加強監管。然後風暴逐漸擴大，新加坡警方逮捕了9個人，馬來西亞開始要求輝達芯片的所有轉讓都必須申報。MagSpeed 的採購量從此戛然而止。最後，我們回到故事開頭的雅加達。雅加達的機房裡，冷風從地板下吹向了服務器，無數個芯片在金屬中閃爍着白光。技師們小心翼翼地插入最後一根電纜，服務器發出一聲像嘆息一樣的輕響。機房的燈亮，算力開始啟動，算力開始流動。幾千公里外的上海辦公室裡， INF 的工程師們看着屏幕上跳動的 GPU 使用率，一行行訓練代碼從終端劃過。沒有人看得見這些芯片真正的面孔，它們只存在於網絡帶寬的深處，在跨國的光纜裡，在早已脫離監管觸手的灰色地帶裡。2300顆 Blackwell， 它們沒有消失，只是去了一個沒有人能夠輕易追蹤的地方。世界上最先進的芯片從加州的陽光下出發，穿過雅加達的雨，上海的霓虹燈，台北的酒吧，馬來西亞的購物中心，一路在空殼公司之間穿梭。他們的旅程像一條地下河，流經無數國家，繞過規則的山脈，最終匯入一處看不見的海。輝達的芯片就是這樣消失的。還叔今天講的故事，冰冷但是現實，由華爾街日報最近的一期報道揭示出來。聰明的觀眾，你們可以想象這些輝達的芯片，這些算力究竟去向何方？謝謝大家。